我的题目是学做人，从修身到大同的人文关怀。各位师友道友，我从14岁开始跟随周文杰、莫中山两位老师学习儒家经典。16岁，我有幸请教唐君毅与徐复观先生，转眼70年，不敢妄称有志于学，但念之在兹，儒学成为我生命的自然流露。我在希腊、希伯来及儒家传统之间行走，我是希腊理性的附庸者，也是希伯来基督神学的受惠者。我的思想是在理性的逻辑分析、神性的绝对信仰，是儒家的智慧中纠缠融会、淬炼贯通，最后形成了我自己的路径。同时，我在儒家经典中体现圣贤之道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哲学只有回到学做人的原点，才能回应人类所遇到的深层危机。我愿意借此机会，从3个方面谈谈学做人的当代表达与未来的使命。1. 修身为本，哲学的起点与人的根基。哲学的第一课应该是修身，无论柏拉图的善己之士，孟子的人皆有恻隐之心，其核心皆在唤醒人的内在德性。修身不是道德行为的约束，而是人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，是人与人、人与天地万物共存的必要条件。这正是我所强调的身心性命之学。我们必须重新追问我是谁，它不是抽象的主体，而是具体的当下活生生的人，是身心灵神贯通统一的生命存在。在我所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的框架中，人不是孤绝之灵，不是工具之物，人承担天命，可凡俗，可神圣，与人同群，与天地万物相辅相成，参与并欣赏宇宙大化流行。天生人成这句老话是人的自我期许，也是人的自我警示。精神人文主义不是抚慰狭隘的宗教认同，也不是沉溺于抽象的普遍主义，而是以道德自觉为基础，以悲悯为情怀，在现实生命中重建信仰。精神人文主义承认科学语境，而气学向人还原为数据。它肯定自由的价值，但不接受损害他人的自由。它既尊重人的尊严，又强调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天道之间共情共鸣。我欣赏唐君毅先生的天德流行，也承认钱宾士先生的天人合一。对徐复观先生所说的，我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也有同情的理解。我强调做哲学 doing philosophy， 它不只是概念超演，也是参与现实世界的一种实践。儒学是为己之学，是一种体制于身、安人于世的修身哲学。它具有忧患意识、悲悯情怀、弘毅精神、超越向度。儒者是来转世的，而不是被世所转的。2. 人道为康，文明对话与价值建构。当今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少，冲突越来越多，民族主义此消彼长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渐趋庸俗化、工具化，文化认同撕裂于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重构之间，技术霸权、认同政治、全球贫富失衡产生出非此即彼的对抗逻辑。在这种情境中，我们既不愿意同流合污，也不能退回到狭隘的特殊主义，更不能寄望于抽象的普遍主义。我们必须重申仁义礼智信的人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术道，作为沟通不同价值体系的共识，己利利人，即达人的中道。
作为自身超越，达到群体共存的路径。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最高愿景。我建构并推动的文化中国论域，其目的是跳出地缘政治的版图，扎根传统文化，将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融入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。我所主张的多元现代性和反噬性的新启蒙，既接受启蒙价值，又要超越启蒙形态，既要珍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，又要正视瑕疵，甚至腐朽，让中华传统文化，尤其是儒家文明，为人类现代性注入新的内容。我构建并推动的文明对话论域41言。文明对话不是辩论式的拨难及辩证的对话，也不是西方所谓的文明冲突的需要，而是对话的对话，以诚意回应差异，以共情超越对话，以理解形成交响。这正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天下观所蕴含的世界想象。3. 良知为引。未来科技与精神人文的命运交汇。未来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，也是从地球向浩瀚阶层的拓展。人工智能 AI 的诞生，生命科学的突破，宇宙的探索，新能源的开放，都标志到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科技文明时代。在新技术的契机背后，也潜伏到身份认同的矛盾，意义虚伪的精神交织。因此需要构建新的人与 AI 之间的道德伦理及法规。曾经何时，所谓的经验是指人在天地间行走、观看、感受、领悟，但是现在的 AI 已经从识别图片的感知智能发展到以知识训练为核心的生成智能，而且现有的人类知识快就会被 AI 学完，他们将有自己的思考、自我定义，甚至建立 AI 自己的世界模式，乃至代替人类的经验。我不懂 AI 的生成与它的未来，但我本能的粗浅地认为，它能超越人类的知识存量、思维能力、劳动功能，它能编制出优质的鱼潭基因，产生出超人，但是它代替不了人的道德、灵魂、非理性的感情、创造性的灵感冲动等等，当然也不像人那样浩瀚错误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必须重新唤醒良知，这一儒家的核心概念。阳明所谓的致良知，不是主观主义的自我成立，而是对宇宙万有的道德感通与生命承担。良知不仅是道德判断的起点，更是人通向天道的门户。没有这种天命意识，人即使掌握无限的技术，也可能失落自身的意义。我一直主张儒商精神与企业伦理，算盘要用《论语》来波动，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律，也需要有责任和道义。儒家不是反市场，而是提倡取财有道，义利并重，让商业成为道义的承诺，而非逐利的掠夺。总之，哲学不能回避技术、权力、资本与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，它必须对生命有敬畏，对意义敏感，对道德一贯坚持。它需要思想，也需要行动。正如陆象山所说：“五星即宇宙，宇宙即五星。”这是学做人的形而上的确认，是儒家哲学存有的连续，是精神人文主义的宗教性开展，也是思梦精神的内核。结语：
重建世界经验的哲学使命。我们处在各种挑战的时代 ，AI 去深化人性红，生命与科技的突破，星辰大海的脱缰，不断逼问我，如何在技术指导的未来不失其为人？我的回答始终不移：我们不会是迷途的羔羊，不会是 AI 的奴隶，我们是与天地万物同行的伙伴。我们要把儒家的有本有源的精神传统汇入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，为解决未来的矛盾增添一份力量。修身不仅是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善意与能力，也是存有的根基。大同不仅是政治的愿景，也是文明的引领。我们不能忘记学做人的初心，要守住以人为核心，植根与天人相应、内在超越的生命本体，拒绝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庸俗化，是哲学，不冲动，不虚无，不负时代。谢谢大家。